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继续学习问舌苔中苔色的部分。苔色的变化主要有白苔、黄苔、灰黑苔三类，临床可单独出现，也可以相间出现。各种苔色的变化需要同苔质、舌色和舌的形态的变化结合起来综合分析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一下白苔。白苔是舌面上所附着的苔呈白的颜色。白苔有厚薄之分，薄白苔是指的舌苔色白而薄，透过舌苔可以看到舌体；而厚白苔是指的舌苔呈乳白色、粉白色，舌体被舌苔所覆盖，不能够透过舌苔见到舌体。薄白苔和厚白苔临床上主要见于表证、寒症和湿症。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薄白苔的意义。薄白苔可为正常的舌苔，在疾病中多见于表证。病变时，薄白苔可以根据舌面上面的津液分为薄白而润、薄白而干、薄白而滑三种。我们来看这一张图。薄白而润的舌苔，它是正常的舌苔，主要见于正常人。但是某些病情比较轻的外感病，比如外感风寒表症初期，或者某些病情比较轻的里症，还有阳虚内寒的人，都可以见到跟正常人差不多的薄白而润的舌苔。下面这张图，薄白而滑的舌苔，舌苔薄白说明病情比较轻。舌面上面的水分增多而滑，说明病变助长了水液。舌苔薄白而滑，通常见于外感寒邪或湿邪引起的病症。另外，脾阳不正、水湿内停，也可以见到薄白而滑苔。舌苔薄白而干，薄白说明病情比较轻，干说明津液有损伤，这主要见于外感风热表症。薄白苔在病变中主要见于表症，可以有表寒，也可以是表热，也可以是外感寒湿症。那它们的区别要点就在于舌苔到底是润、是干还是滑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厚白苔。舌苔白厚而利，通常为湿浊、痰饮、饮食极滞的病人。我们讲过，湿浊、痰饮、饮食极滞等等阴邪一般不会损伤津液，所以白厚利苔通常还伴有润或滑的特点。但是湿浊中阻，阻遏阳气，导致了津液不能上承于舌面，因而白厚利苔还会有干的特点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不管是白厚利而润滑，还是白厚利而干，它们都与湿浊中阻有关。综上所述，白苔主要与表症、寒症和湿症有关。跟黄苔相比，白苔主要偏于寒症。白苔进一步发展，可以转化成黄苔。下面我们来学习黄苔。黄苔是指舌苔呈黄色，通常由白苔发展而来。根据苔黄的颜色，黄苔有三种变化，即淡黄苔、深黄苔和焦黄苔。淡黄苔又为微黄苔，是指薄白苔上面见得有浅黄色。深黄苔又称为正黄苔，是指舌苔黄而略深厚。焦黄苔又称为脑黄苔，是指正黄色中间夹有灰黑色的舌苔。无论是淡黄苔、深黄苔还是焦黄苔，都与热邪熏蒸的热症有关。苔色越黄，说明热邪越重。淡黄苔为热轻，深黄苔为热重，
焦黄胎为热极，所以黄胎主热症、里症。舌尖苔黄表明热在上焦，舌中苔黄表明热在中焦，舌根苔黄表明热在下焦，舌边苔黄表明热在肝胆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薄黄胎。薄黄胎通常是薄白胎发展而来的，比如这张图就是薄黄胎。舌苔由薄白变成薄黄，舌苔质地仍然是薄，表明虽然有热邪，但病势较轻，病情不重，多见于外感风热表症或者风寒化热入里的病症。薄黄胎多见于风热表症。我们前面在白胎中也讲到了，薄白而干的舌苔也可以见于风热表症。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？比较而言，薄白而干更接近于正常，因此病情相对比较轻。薄黄胎是由薄白发展而来的，病情相对比较重。但是无论是薄白而干还是薄黄胎，由于舌苔的质地都是薄的，总体而言病情都是比较轻的。我们再来看一看黄白相间胎。黄白相间胎，它是白胎向黄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舌苔，通常是表症和里症同时具有的阶段，也是风寒化热入里的一个表现。黄胎见于表症，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：薄黄胎或黄白相间胎。除此之外，其余的所有的黄胎都是主里热症，表明热邪比较严重。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黄历胎。这张图就是黄历胎，图中的舌苔颗粒细粒而致密，开之不去，刮之不易脱落，有历胎的特征。历胎的本色应为白色，图中的白色变成了黄色，这就是黄历胎。黄历胎表明湿浊、痰饮、饮食积滞等邪已经化热，因此黄历胎主病为湿热、痰热、饮食积滞化热等等。另外还有几种黄色的舌苔，比如这张图黄糙胎，它是指舌苔黄而干燥，甚至苔干而硬，颗粒比较粗大，摸起来比较粗糙的舌苔。这张图是黄胖胎，它是指舌苔黄而干燥，中间有裂纹，像花瓣一样的舌苔。这张图是焦黄胎，它是指苔黄黑相间，像烧焦的锅巴一样的舌苔。无论是黄糙胎、黄胖胎还是焦黄胎，均见于邪热旺盛、热邪伤津比较重、燥结腐蚀的病症。综上所述，黄胎主要见于热症和里症，其中热症有表热和里热症区别。表热症只见于薄黄胎或者是黄白相间胎，其余的黄胎都是主里热症。白胎可以向黄胎方向去发展，病变由寒变热，由表入里。白胎和黄胎还都可以因为病情加重而变成灰黑胎。灰胎是指的舌苔颜色浅黑，黑胎是指的舌苔颜色呈深灰色。灰胎和黑胎只是颜色浅深的差别，因此常称为灰黑胎。灰黑胎多由白胎和黄胎发展而来，多在疾病持续一定时间，发展到相当程度后才会出现。所以灰黑胎所主的疾病通常是比白胎的寒和黄胎的热都要重，所以灰黑胎主阴寒内盛或里热炽盛症，黑色越重，病情越重。我们如何区别灰黑胎是由白胎发展而来，还是由黄胎发展而来的呢？首先，我们来看这两张灰黑胎的图片，舌面上湿润多津，津液未受伤，
说明它是由白胎的寒症而发展而来的。我们再来看看这2张灰黑胎的图片，舌面上干燥无津液，说明它们是由黄胎的热症发展而来的。所以要区别灰黑胎到底是由白胎的寒症发展而来，还是由黄胎的热症发展而来，主要是看胎质的润燥的程度。一般来讲，如果灰黑胎见胎面润滑多津，通常是寒湿内停、湿浊内蕴或阳虚寒盛、痰饮生浮所导致的。如果灰黑胎见胎面干燥无津，通常是燥热伤津、热极津和所导致的。以上是我们学习的舌苔颜色的3种变化：白苔、黄苔和灰黑苔。白苔主表症和寒症，它可以向黄苔的里热症进一步发展；白苔和黄苔随着寒和热的病情加重，都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灰黑苔。我们已经学习了舌质和舌苔的特征和意义。临床上进行舌诊时，需要将舌质和舌苔全部的信息收集，并结合其他的诊断方法，综合分析判断疾病。本节课就上到这里。